魏无羡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他不过是累得睡过了头，醒过来却要受这般无端的辱骂。他知道蓝启仁看不上他，蓝忘机与他在一起是担着被家族驱逐的风险的。这3年来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天平，不想让蓝湛难做，尽量收了性子，不惹事不闹事。即使蓝家并不欢迎他踏入家门，蓝湛也凭一己之力给了他一个足够温暖的小家。他几乎就要掩耳盗铃地欺骗自己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，这就是他最想要的结局了。但是今天，蓝启仁这一通话彻底敲醒了他，他不能再骗自己了。蓝忘机可以为了他放弃一切，可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呀，值得吗？如果他有足够长的寿命，他会义无反顾地与蓝湛携手抗争到底。但是现实如此残酷，这一场赌局，不管怎么选，他魏无羡都会输得精光。蓝忘机紧紧握着魏无羡的手，目光坚定地对在场所有人说：“蓝家不要他，我要。叔父，你责罚我可以，但魏婴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”蓝曦臣在一旁出声提醒：“忘机，说话之前要三思。”他知道蓝忘机这话外话都意思便是即使叛出家族，也要同魏无羡在一起。蓝曦臣没谈过恋爱，实在不懂他为何能如此坚定决绝地说出这番话。蓝启仁见一向温润如玉的人如此强硬的态度，一时也有些动容，只问他：“如果我今日一定要你选择呢？”蓝忘机的手不曾松开过，不假思索道：“我选魏婴。”这个问题，蓝忘机3年前就想好了答案。你真是不清醒了。蓝启仁举起手中拐杖就往蓝忘机身上打去，蓝忘机见了也不躲，只闭上眼等着叔父责罚。他知叔父虽严厉，但自小到大从未真正打过他，如今这般，蓝忘机知道自己是真的把叔父气到了。即使他不认为自己是错的，但既然叔父要罚，他便只能受着。预想中的疼痛并未发生，蓝忘机听得耳边闷哼一声，心下一紧，睁开眼，果见魏无羡挡在他身前，后背结实的受了蓝启仁一棍。魏婴，蓝启仁手上的动作也顿住了，江澄一脸想干架的怒意。蓝曦臣见状不对，赶忙拦在江澄面前，又转头对蓝启仁道：“叔父，魏公子现在的身子打不得。”魏无羡一听，赶忙做了个剧痛的表情。蓝湛看的心都揪在一起，蓝启仁其实也暗责自己气归气，若是这一棍下来把孙子打没了，如何对得起蓝家的列祖列宗？面上怒意虽缓，却也拉不下脸。就见魏无羡龇牙咧嘴的扶着腰与蓝湛一同跪下，面上的表情一看便知那一棍下来该是极疼，却依然咬牙坚持开口道：“蓝前辈，我小时候也接受过您的教育，也算是您看着长大的。是我以前是顽劣了些，做事太过随心，但我自认从未做过有违道义之事，也从未想过败坏蓝家的声誉。3年前，自我打算与蓝湛相守之日起，我便已收心。以往碍于形势所迫，我与黑道上的人却有几分瓜葛，但我自认我手下之人从未做过伤天害理、乱纪违法之事。如今弟兄们也早已解散，各自过安稳日子。您现在去查，他们个个都是社会好公民。若是真的出了什么祸害一端，不用外人来管教，我定会先料理了。还有前些时日，那些绯闻花边，即使所言与事实差之千里，但确实连累了蓝湛。”魏婴、蓝忘机听不得他用连累一词，蓝启仁却一个眼神过来制止了他继续开口。魏无羡继续道：“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只要我还在这个圈子里，这样的事我无法保证不会有第二次。也是因此，我早已做好退出演艺圈的决定，只是尚未来得及对外公布。如今便对着蓝前辈的面明说了。我自知真正论起身世背景，我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当然配不过蓝家书香门第。但那又如何？2个人相爱，最重要的是心意互通。世俗如何看待，如何诟病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即是眼前，蓝家不愿认我，我与蓝湛这3年照样过得开心幸福。蓝前辈，你有所不知，于我而言，我爱蓝湛，蓝湛爱我，这就够了。蓝家认与不认，我并不看重。我腹中的孩子，就算入不了蓝家的族谱。”魏无羡看向江澄道：“江家也会认领收留，他绝不可能如我小时候一般无依无靠。蓝湛与我，也定会给他一个最温暖的家。”魏无羡跪久了，有些腰酸背痛，蓝忘机便在后面微微用手撑着他，
得失利弊，我相信蓝前辈这3年早已看清，蓝湛就算离了蓝家，也依旧是那个翻手云覆手雨的蓝忘机。我也知道蓝家绝对不会不认蓝湛。今日您这番气话，除了让彼此都不愉快外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当然，若是蓝前辈还是消不了气，便在我背上多打几下。您也说了，蓝湛是病人，怎么能打他呢？错因我而起，我今日便一并受了，还望蓝前辈能息怒。魏无羡说着，当真摆出一副任人打骂的神情，只是蓝启仁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了。昔日蓝忘机为了魏无羡消沉了1年之久，他就算在不通情理，也知自己一向乖巧识大体的侄子此番怕是动了真情，心中纵有不甘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二人胡闹。只是蓝忘机每次带魏无羡回家时，他都无法真正放下心中芥蒂，每每横眉以对，久而久之，二人便不敢再回来了。事实上，蓝启仁也早已接受了自家大白菜被猪拱了的事实，但心中究竟放不下这口气，再加上前阵子闹得轰轰烈烈的绯闻，多少损了蓝家声名，更是让他忍无可忍，怒上心头，只想找个契机将胡闹的二人教训一顿。如今他骂也骂了，打也打了，要把忘机赶出蓝家，他第一个不舍。魏无羡难得有那么1-2次在他眼前低头认错，他若是再咄咄逼人，倒不像是长辈作风了。更何况这人说什么要让自己的亲侄孙入他江家的家谱，他第一个不能同意。蓝启仁不回应，魏无羡就只能一直跪着，面上不表现出任何不适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将重量移到蓝忘机手中。蓝湛看出他体力不支，将人搂在怀里，开口有些焦急：“叔父。”江澄打开蓝曦臣挡在他面前的手，冲蓝启仁嚷道：“人家说了那么多，你倒是给个回应啊！”蓝曦臣也在一旁劝导，蓝启仁这才悠悠开口道：“起来吧。”蓝忘机如获大赦，忙将魏婴扶起，让他到床边坐下，细声问他有无不适。魏无羡揉揉腰，摇头说没有。纵是如此，蓝忘机的手还是放在他背上被打的那处地方，不断抚摸着，心疼不言而喻。蓝曦臣突然开口道：“哎呀，忘机是不是该换药了？”魏无羡看见蓝忘机头上的纱布已经渗出点血迹来，又见他脸上好不容易恢复的血色又被折腾没了，也有些急了。医生带着2个护士适时进来，蓝忘机便叫医生给魏婴也看一下。魏无羡忙推说不用，来的医生并不是温情，他就怕给检查出什么不该检查出来的问题。可蓝忘机就差把不放心3个字写脸上了，魏无羡只好说自己现在去找温情看，让江澄陪着去。蓝忘机看了一眼一旁气成河豚的江澄，放心的点点头。换药时医生不让家属在场，所有人都被一脸严肃的护士长赶了出来，还顺便带上了门。蓝启仁怒火已熄了7分，看见魏无羡扒拉在门上小窗户边往里偷看，装模作样的咳了一声，把魏无羡的注意力成功吸引了过来。蓝启仁，你若是早点拿出今日这态度，今天这事就不会发展成如今这样，怀柔到底。魏无羡乖巧应了声，蓝前辈说的是。蓝曦臣在一旁提点，一家人什么前辈不前辈的，该叫叔父。